大家好，欢迎收看扣码电竞。S13赛季是迎来了英雄联盟电子竞技变革的一年，今年 MSI 和 A 赛都进行了赛制改革。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亚运会英雄联盟电子竞技项目，3个比赛等待着大家。其中最让人关注的，当属亚运会了。拳头官方也是推迟了今年 S 赛的日期，特地为亚运会让路。而在亚运会上，各个战队背上国家地区的荣誉而战。并且，我们也可能看到一些久违的面孔。让人关注的台湾赛区的亚运会选手名单，更是让人回忆起当初有 FW 的青春。台湾亚运会 LOL 项目名单共有15人入选，其中上单5人，打野、ADC、辅助各2人，中单3人以及教练1人。在这份初选名单中，我们能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比如 FW 中路选手 Maple、辅助选手 Sword Art、上单 Hanabi 等人。曾在 LPL 或现役 LPL 选手有多人，包括 Karsa、Fofo、Warhorse 等人。这几位在 LPL 及世界赛的成绩都是十分不错的，特别是战马教练曾在 S9 执教 FPX 夺得世界冠军。当初的闪电狼可谓是一支传奇的战队，也是很多人的青春。FW 全称 Flash Wolves， 中文直译的闪电狼是这支队伍的别称。闪电狼战队成立于2013年，其前身是台湾 Gamma Bears 橘子熊战队，一开始征战 GPL 和 LNL 等东南亚地区的联赛。2015年起开始转战 LMS 港澳台联赛，闪电狼总在 LMS 中名列前茅。闪电狼自 LMS 联赛创立以来，一共获得过2次冠军和1次亚军，并且已经连续打进 S5、S6 2届全球总决赛。令 LMS 赛区粉丝大跌眼镜的是 ，FW 首次参加全球总决赛取得的8强，此后竟是其最好的世界赛成绩。S6 赛季 ，FW 称霸 LMS 赛区2夺联赛冠军，但在世界赛上，无论是 MSI 还是全球总决赛 ，FW 却分别仅取得4强和16强的成绩。S7 到 S8 2个赛季之间 ，FW 在赛区内所向披靡，以绝对的载智力取得联赛6连冠，但其在世界赛上的表现却始终停滞不前。S 系列赛更是连续3年未曾在小组赛中顺利突围。闪电狼在 LMS 赛区中的团队打法极为干净利落，他们的 KDA 数据出了名的惊人，并且能迅速结束比赛。精准就是狼群的战术。闪电狼以冷酷和精于计算的方式掌控比赛，执行各种战术。如果情况对他们不利，他们会采用越塔战术，而由于出色的个人技巧，通常他们都能重占上风。很多较弱的队伍会成为这种战术下的牺牲品，败在狼群之下。闪电狼一直是一支优秀的队伍，一支被人寄予期望的队伍。他们通过换线能在游戏前期建立优势。然而，同样的问题勒住了闪电狼的脖子，让他们不能真正的脱颖而出。他们一部分的问题是来自于他们的首发队员。有些人没办法做好本职工作，连续4年在国际赛事中颗粒无收，纵使是 FW 最忠实的粉丝，也会对这支队伍产生质疑。饱受舆论谴责的 FW 被冠以内战闪电狼、外战哈士奇的标签，而在队伍内部，选手和教练纷纷出走致使 FW 实力大幅下降。随着 S8 赛季后队内中辅 Maple 和 Sword Art 的离队， FW 在 S9 赛季丧失了以往的统治力。纵然春季赛磕磕绊绊夺下7连冠，但在夏季赛早早确定无缘季后赛后， FW 的8连冠之路戛然而止。 FW 也自 S5 赛季后首次无缘全球总决赛。但值得肯定的是，就全球5大赛区各战队而论，曾夺得赛区7连冠的超级幻神 FW 是过去几个赛季中在本土联赛最具统治力的队伍，其所创下的7连冠也将是后来者难以逾越的壮举。在 FW 战队世界赛成绩并不喜人的前提下，其对韩国战队的不俗胜率却堪称 FW 外战的一大壮举。FW 崛起的 S5 赛季到 S7 赛季，恰恰正是 LCK 队伍最为辉煌的时段。以 SKT 为代表的韩国队伍包揽了自 S3 赛季以来的5座全球总决赛冠军奖杯，以至于其他联赛队伍在对上 LCK 队伍时往往是败多胜少。S5 全球总决赛首次参加的世界赛的 FW 小组赛双杀 LCK 队伍 Q。如果说一次是巧合的话， S6 赛季 MSI 季中冠军赛
小组赛面对如日中天的 SKT、FW 两战全胜，再度达成双杀 LCK 队伍的成就。在当时 LPL 以及欧美队伍对韩战绩不佳的大环境下，4战全胜的 FW 被冠以抗韩奇侠的美称。除了抗韩奇侠的称号外，即便 FW 如今已经解散，但由他们培养的顶尖选手教练仍活跃在赛场，帮助队伍以及 LPL 赛区取得佳绩。在即将到来的亚运会上，希望能看到这些选手能够再次发光发热，唤醒观众们的回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觉得台湾赛区在亚运会上会有何表现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